大家好，我是小齐，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茶花。养茶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？就是把茶花从一棵小苗培育成一棵棒棒糖。但是呢，在室内，在北方地区是不可能的。小齐也没有这个本事，因为像这个东西长得太慢了，除非在南方地区一年四季腾腾的长，这样它地栽的话，它长得会比较快。如果在盆栽的话，养上10年8年不一定能培育成。我这一棵呢，就是一个棒棒糖形状的，你看一下它长得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？你看它整个植物的株形就是一个棒棒糖样子的，上面一个大头。这一棵是怎么来的呢？是我去年秋天还是冬天我也忘了，反正我就是去年的时候去花市，然后呢看到他们在卖茶花，那些很高很大的，然后呢有一颗小的，他看样卖的价格比较便宜，然后呢没人需要小的，都愿意要大的，对吧？然后呢他已经弄养的上边的叶片全部都落了，就剩下顶部有几个小的叶片，我看再卖不了的话他就会扔掉了，我就花10块钱直接买回来了，算是捡了一个大漏，因为它已经彻底的出问题了。买回来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因为10块钱即使养死了也就10块钱丢了啊，也不心疼。如果养好了呢，彻底救活它，这个棒棒糖自己养着就赚到了。不过去养了1年的时间，到现在已经长得非常好了。为什么买回来去没给大家做视频呢？因为买回来当时我也不一定能够救活它，因为它的根已经没有新根了，叶片已经落干净了。我当时就直接给它换盆。我是怎么换盆的呢？因为它已经是干的根比较厉害，而且叶片脱落掉，我就直接给它修剪了一下中间的那个细的枝条、弱的枝条，然后把根部的泥土全部给它泡掉。泡掉以后呢，我又去给它配土。配土的时候用的1成的原土，1成的营养土里边，再去加上一些羊粪，这样给它栽培到一个陶盆里。没想到今年又长出叶片来了，枝繁叶茂了，而且今年都长出花苞来了，满头都是花苞。花苞一个顶部我给它保留的最多的是2个，其他的地方都是保留了1个。现在的状态是不是非常好了？茶花哈，其实并不难养，您要想养好的话，能像我这样，只要养不死，只要叶片不出问题，证明您就算是养好茶花了。我现在茶花基本上在这个环境中一点没有问题。前期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，养的叶片发黄晒伤都是很正常的，您要去了解一下它的习性，按照它的习性去养就可以了。现在已经到了冬季了，它的花苞要慢慢的长大，慢慢的开放。首先一点就是温度，只有温度在10度以上的时候，温度越高，它花苞长得越快，开得越快。再去保证着合理的去浇水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感觉它的土表干了，或者是干下去1、2公分，只要盆不是很大，直接给它浇透水就行了。如果盆比较大的话，我们去干到一半再浇水，不伤根，反而会让它跟土壤有一个渐干渐湿的过程，根系长得好，开花开得好哈。肥料也要去给它补充。我们一般的话都会在它的盆土表面撒点缓释肥料，缓释肥料能够保证盆土中的养分。然后呢，您也可以去给它撒点羊粪，羊粪也是一种养分的补充，也是一种多元素的。平常浇灌的话，就要浇灌高磷的肥料，比如我们知道的磷酸二氢钾。磷酸二氢钾对水1:1000的浓度，10天左右浇灌1次。如果它干得慢的话，您室内通风好或者是见光，可以去在见光或者通风的前提下去用磷酸二氢钾喷一下叶片，因为见光的前提下，它的叶片毛孔能够张开，喷了以后能够吸收，能够让它的花苞快速长大、快速开放，不会出现花苞干瘪以及落花苞的情况。再在家中保证一个大的空气湿度，可以采用底托加水的方法、地面泼水的方法都可以，只要起到增加空气湿度的效果就行了。您也可以去买一个加湿器放到边上，都是可以的。这样您养的茶花在您家中就不会出问题了。如果您想去挑战一下自我的话，可以去花市。什么时候去呢？这个时候去也可以，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在花市里边。花市里边有便宜的，有养的不好的，您去挑养的不好的，跟他讲价，看着只要顶芽或者是枝干还新鲜，您拿回来家救治一下，说不定就能够救活它。到时候救活它了，免费获得一棵好的茶花，比您去买一棵大的拿回家养不好要强很多。因为大的在它那儿本身就是属于大棚环境养的，您拿回家转换大的环境也是容易出问题，不如直接买个出问题了去救治一下，这样效果会更好啊。今天啰嗦的有点多，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，也是一直会给大家做后续，包括它开花了，包括它明年再开花的时候也会给大家说一下啊。如果觉得小鸡说的还可以，如果想看后续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一下，否则视频推不给您哈。